北军重地，听！擅入者斩！太尉亲临，速速开门！北军重地，听！擅入者斩！哼，我是太尉府的。北军巩护京畿，只听诏令和上将军之命，擅入者斩！谁敢斩我？本太尉在此，让中尉来见我。侯爷，侯爷，小人在此，听从侯爷教诲。你还认得老夫？那为什么不开门？侯爷的教诲，小的始终铭记于心。不是侯爷的提拔，小的怎么能做到中尉的位置？但中尉是朝廷的命官，北军也是朝廷的军队，没有皇上的诏令，小的绝不敢给侯爷开门。你听皇上的没错，我也是听皇上的。我今天就是奉令来的，你赶快开门。侯爷说的都对，但侯爷口说无凭，请侯爷明示皇上诏令。开门！开门！不然你们摄取我这个太尉！太尉，再等等。丞相不是说了吗？他有办法让您进入北军大营，我们再等等，再等等。如今，边关战事吃紧，需从内地调兵遣将，以解燃眉之急。现在重兵都在灌婴手里，除了南北军，我也……相国，相国，我要马上见相国，急报，马上！相国，相国，急报，郎中令贾大人回来了。进。相国，大事不好，天塌了！相国有要务，属下先告辞。曹大人是我们自己人，不必避嫌。说，将军灌婴通敌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他前日不是还传回捷报，说齐王已经退兵回国了吗？那是缓兵之计。灌婴已经和齐王达成了秘密协议，他让齐王按兵不动，自己则准备率军掉头杀回长安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我就是从齐国回来路上被灌婴扣押的，九死一生才逃回来啊！相国，灌婴真如此，他可是站在我们吕家这边的。相国，不能再犹豫了。我在齐国就听说了，齐王让刘璋做内应，要在长安作乱，我们马上进攻，控制皇上，然后杀了刘璋全家。刘璋，他可是上将军的女婿，当今皇上的连弟呀。他是吕家的女婿，可他是齐王的弟弟，他姓刘啊。快驾车，走！这，相国刚才下令戒严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大人，怎么办？鱼死网破了，给我撞开他，冲出去！去丞相府，去找陈平。
观音将军的事情，相国那边刚刚已经得到消息了，怎么办？既然这样，必须立即发动。太尉，你与朱辉侯刘璋即刻前往坝上，拿到北军军权，然后带兵杀回未央宫。丞相，那南军怎么办？不如太尉去北军，我带人去策反南军。不可，南军兵力集中，旅产控制严密，你去了就是送死。只要我们控制了北军，就可以控制大局。如果吕派直接率领南军冲入未央宫，挟持了皇帝，我们夺下北军又有什么用？再者，我也并不能保证一定能进得了北军。进北军的事儿我来办，宫里我也会布置。既然如此，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出发。请，先生请。丞相，你刚才说宫内自有安排，不知道怎样安排的。曹大人，满朝文武都知道，你一直是吕家的人。丞相，曹某愿效死力，请丞相指明一条活路。好，我派你一个死差，你立刻冲入未央宫，找到未央卫神，让他关闭未央宫大门。如果大门守不住，你就直接冲进大殿，召集郎中，关闭大殿殿门。总之，绝不能让吕派踏入大殿，找到皇帝。未央卫尉会听我的，还有郎君，他们会不听郎中令听我的？未央卫尉会听你的，我已经布置好了，郎中也会听你的。吕差手握南军，即使魏隐和郎中听我的，也绝对守不住。我没指望你能守住。如果吕差硬要强攻宫门，你确实必死无疑。但是只要他敢下令攻打未央宫大殿，他就是坐实了武装谋反的滔天大罪。到那时，吕家顷刻间就会灰飞烟灭。曹大人，你即使死了，也是为大汉皇帝尽忠的万古忠臣。好，我这就进宫。全府卫兵即刻整队，跟我去曲张侯府。左起。我要进去，别挡路！放他进来。丞相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不是早就谈好了吗？我与令尊是挚友，而你与掌握北军兵符的上将军吕毅也是挚友。在生死存亡的关头，友情这种东西是靠不住的。控制令尊是为了帮你下定决心。你要我做什么？你之前做得很好，现在是最后一步。你立刻去见吕禄，无论用什么借口，说服他交出北军的兵符。如果他死活不交，底线是你必须把他本人骗出北军大营。丞相，襄平侯季通到了。你在这个时候叫季通那个小小子来干什么？季通是个好孩子，他父亲死得早，但说到底，他也是封闭的老乡。而且，最重要的，你别忘了，他可是符戒令。大将军，相国来信。
荥阳前线有变动，要北军早做准备。荥阳有什么异动？相国说，灌婴将军可能要反攻长安，请上将军早做准备。灌婴在荥阳有20万人，我们只有3、5万人，怎么可能打得过？准备？我怎么准备？准备送死吗？上将军，绿巨大人和刘介大人来了。我们在外面就听见动静了，大将军又在发脾气。灌婴的事儿我们也听说了，不一定是真的。齐军倒是已经确定回齐国去了。相国吕粲镇守皇宫，事情没有明确之前，你焦急有什么用呢？我不急又能做什么呢？做大事的人要举重若轻。大将军不如放下重担，随我们出营去渭水边打猎散散心吧。万事都急不得，这是哥哥我多年来最要紧的经验。哥哥，你说的对，我这就跟你们出去散散心，再回来收拾这个烂摊子。你们真的看清楚了，真是大将军的马队过来了，再没有错的了，马上就到了。你这个蠢货，还不给我停下！你带着这么点人是要到哪里去？姑母，军中午后无事，我和厉大人去渭河打猎。打猎？你是疯了吗？在这个将相大臣都在图谋不轨的生死关头，你竟然敢离开军队去打猎！你把兵权丢了，我们吕家上下老小马上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。你爹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没用的废物？姑母，是侄儿的错，侄儿这就回军营去。滚吧，滚吧！我没有你这个侄儿。这个大将军，不当也罢。大将军，交出兵权，回到你的赵国去吧。你不是齐王灌婴的对手，你现在交出兵权回到赵国，还能有荣华富贵可享。再拖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天下人都知道我们是至交，难道做哥哥的会把你往火坑里推吗？是啊，兄长不会骗我的。北军，我管不了了。这里面是北军兵符，你马上飞奔回去，一定要送到太尉大人手里。周活接旨，奉天子诏，即刻起，由太尉周勃全权接管北军。臣周勃领旨。姬大人，诏书何在？接管北军，北军的兵符又在哪里？诸位大人，天子符节就在我手中。怎么？难道你怀疑我这符节令敢假传圣旨，伪造天子之命吗？天子符节在此，你还敢不开门？大人，属下中尉城有要事汇报。大人，上将军吕律中午突然离开了军营，去向不明。开营门，迎太尉。接管北军，将校全体集合，听太尉训示。太尉
尉周勃奉天子诏令，掌管北军兵符，执掌北军。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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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吕氏为祸天下，拥渡吕氏的，露出你们的右臂；拥渡刘氏的，露出你们的左臂。这是刘家的天下，兄弟们，跟我干！天子万岁！天子万岁！天子万岁！快给我更衣，换黑甲！我要领军杀回未央宫。吕氏谋反，太尉周勃有令，让我带1000精骑入宫剿灭反贼。跟我来！跟我来！反贼！诸军速速随我进宫，保护皇帝！出发！追随相国，保护皇帝！追随相国，保护皇帝！关门是未央宫重地，你们是哪里的军队？擅闯未央宫是谋逆大罪！让开！相国来了！放肆！本相国统领南军，负责整个皇宫的安全。少废话，立刻开门！开门！关门打开了，未央宫就在前面，跟我来！郎中，列阵！停！未央卫尉在此，来者何人？擅闯进宫，杀无赦！没想到卫尉这家伙居然成了叛徒，敢挡相国的路，今天就看你怎么收场！射！曹都，你敢挡我？再不让开，休怪本相国大开杀戒！吕产，皇帝并没有下诏召你入宫，你今日若敢带兵踏上大殿台阶半步，就是图谋不轨，就是谋反。相国，未央殿郎中不过100余人，他们挟持皇帝作乱，请相国下令，末将只要1刻钟就能拿下他们。相国，机不可失，不可鲁莽，让我想想。保护皇帝！卫尉，你我是推荐给皇上的，你也要拦住我见皇上。我是朝廷的卫尉，不是你们吕家的卫尉。皇帝不是你想见就见，不宣不召，擅闯未央宫，杀无赦！听我令，拿下大殿！停！谁都不要动！相国，相国，不能再犹豫了。相国大人，
你到底打不打？眼看太阳都要落山了。大人，他要是真打过来，可怎么办？他要打早就打了，现在借他10个胆子，他也担不起强闯大殿的罪名。相国，不能再等了，今日之事，总不得善终了。传我令！相国，相国，有骑兵冲过来了！吕产谋反，奉太尉令，格杀勿论！接战！接战！就躲在这里面。侯爷，没错，我们守了好久了。哼，堂堂相国，居然躲到茅房里！吕产，我们刘家人报仇来了！天子有令，诸条侯救驾有功。北军诛灭奸臣有功，今日已晚，各自安息，明日进宫领赏。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我要借天子符节一用。符节是天子信物，怎么能够借给你？那就只有麻烦你本人和我跑一趟了。来人！吕家作乱，吕产业已伏诛，还有叛党盘踞长乐宫，天子授我符节，令我等歼灭叛贼。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冲进长乐宫，挡路者杀无赦！宫长乐宫已平定，吕粲、吕更系已伏诛。侯爷大功，既然他们已经死了，天下就大定了。听我令，北军全城搜捕吕氏余党，传令天下，遇有吕氏余党，一律捉拿，切送长安。违抗者斩。
太尉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太尉。侯爷但说不妨。刚才太尉说抓捕吕氏余党，姓吕的自然算吕氏余党，那么不姓吕的呢？算不算吕家人？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下一步怎么办？我们还是要去问丞相。